我现在还要不仅上班，孩子这边上高中也要照顾，现在还要负担这么多钱，确实挺为难的。那么姐啊，像你婆婆现在是买保健品已经是走火入魔了，六亲不认了，对吧？上个视频也已经详细讲过了，网友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么她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走火入魔，深陷其中买保健品呢？是自从我公公去世以后，他就开始跟他的妹妹接触会非常多，然后慢慢的被他们带到卖保健品的地方去，参加他们的一些线下活动啊，就会去领一些免费的鸡蛋、面条，然后肥皂啊什么东西的。有时候也会去参加他们一些免费的旅游啊、一日游，比如说有一些体检身体呀，他都会去。他们保健品公司平时会发一些小红包，然后几毛钱或者是几分钱，老人就抢这些红包，抢得非常的开心，可能抓住了老人这种贪小的心理吧。然后当我和他女儿两个人，因为我们经常帮他家里面干活啊什么的，然后发现开始有保健品的存在以后，我们就开始盯着他，但是怎么盯也没有用，就像这一堆保健品一样的，他也是背着我们买，偷偷的藏到床底下去。然后因为他自己的房间呢，他是不让我们进的，会把房门锁掉的。然后是在去年的10月底吧，然后他正好有快递送上门，然后要收钱，正好我带着我女儿过来看他的时候，我们上门的时候就发现家里面有一堆人收快递要求付钱，就因为有到付3000块钱，我就觉得好奇怪，就赶紧给他女儿就打电话让他过来，然后我们也报警了，让警察过来处理了。这是当时婆婆这个事，对，我们报警，警察过来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拍的一段视频，但是警察劝了他也没有用，因为我们在劝过以后，把家里面电话拔了，手机号码换了。但是在11月份还是有快递送过来，然后让他付钱的，钱还是都付掉了。对，因为警察是以劝解为主。你可以看看这个当时买了多少保健品，这都是快递公司直接发到家里面，然后上门收费的，人参保元丹啊，然后什么多肽口服液。就是说他不光是从保健公司去买，他网上还会买很多。对，他那个电视购物，他看电视的时候，看到这些对身体，比如说吃了以后对身体哪好的，他就全部买。上次视频里面也有很多网友说，那这些买好的保健品啊，你可以找保健品公司去退掉，你试过没有呢？我都尝试过，我们可以看一下快递单上面都有些快递单上面是有那个联系人的电话的，我也尝试着打过，但是我打过去他们都不承认的，然后就拒绝沟通，你再打第2遍他就电话把你拉黑了，完全联系不到。在保健品这边驻点的线下的店呢，我们找到了商家，退了一小部分，大概退了1855块钱，才这么点？对，相比较花了60-70万的话，等于像没退一样。是的，是的。然后包括他，你想他买一套床上用品，我现在看了一下那个售价，因为他一件床上4件套11000多，也是保健品公司买的。对的，这个是线下的，像这些是线上的，就完全联系不到商家，我也不知道哪里退。他就相信这个，比如说只要一颗脑衰脑病，然后就可以完全逆转，什么让瘫痪者自如行走，让失语者口齿伶俐，这个我完全看不下去了。然后就是对，你看让80岁的老人拥有40岁的大脑，但是老人相信呀。你看他买的一些什么保健品，什么全鹿丸，然后熊胆粉，这个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稍微有一些常识的，这是国家保护动物，怎么可能卖？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吃到这些东西？就是价值5800块钱的一个艾灸仪。那么上次视频也有网友说啊，这个保健品公司啊，这个套路实际上就是抓住了老年人年纪大了怕死，才会这样子疯狂的买保健品。是吧，阿姐？我觉得也不全是吧，也要看人的。我觉得可能我这个婆婆稍微比较极端一点啊，怕死是一方面，但是每个人我觉得有自己的家庭，要有顾及到自己的子女。那么你婆婆现在是住在医院里了，是吧？是那个脑梗。对，那实际上吃这么多，你看也没什么用啊，对吧？对，我们现在刚刚办理了出院，我们现在为了让他更好的治疗，尽快的恢复好一点，所以把他转到了康复医院。你不是说他就住院了，还在继续吃这个保健品？是的呀，他妹妹到医院去看他，然后把保健品带到医院去，然后让他吃。我发现了以后，就后面就制止了。你看，像我婆婆这样，她已经身无分文了，然后这一次出院，其实用了很多钱了。医院里面付了5000多块钱，还不包括我们在院外每天1000块钱的买药和护工每天300多块钱的一个，那基本上15天的费用在3万块钱左右。然后现在在康复医院的话，一个月至少2万块钱起，因为也有护工的费用。
但是没有办法呀，真的，他遇上这样的老人摊在头上去了，真的我们很无语，但是也不能把他怎么样，那问题就都抛给我和他女儿了，我们必须来承担他后面的一个康复的费用了。我也知道这些产品现在也不可能追不回来了，也花了那么多钱，也是希望通过这个看到的视频的网友，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做的不足的地方，能够吸取教训，如果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尽快的干预，也希望就是说看到视频的老人能够为子女考虑一下，就是帮不上子女的忙的时候呢，也至少不要给子女增加负担。就像我现在，我老公去世到现在10年了，然后所以孩子我一个人带，然后婆婆也帮不上任何忙，然后我现在还要不仅上班，孩子这边上高中也要照顾，然后现在还要负担这么多钱，确实挺为难的。